这次 Six Hour 的弹夹一共有10个，也是9毫米。一人3胸2头，目标出现。开始。这是什么枪？不会快乐枪，AK74。正确的 IQ， 它每个手柄它有不一样的特点，尤其是第一把枪，你手柄飘上去比较舒适度好一点的话呢，好上手一点。这之前有朋友推荐我的 CZ75 ST01 是一个 full size， 这个是击锤，然后它的击锤是会外露出来的，这个是保险。这个是我看上的枪身是 Six Hour 的 P229 Elite。哎呀，等你回来再买吧，再回来再买。它的这个枪杆比较适合我的那个手的大小，看到没？就它会比那个 full size 稍微短一点，然后也更小巧一些。Red 92 FS 是贝雷塔，它就是整个80、90年代吧，美军的制式手枪。如果说一旦这枪上了膛了以后，没有按住这个保险的话，它是没办法激发的。像我现在已经上了膛，它是没办法激发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握住它，然后才能激发。像这种枪的话，它是 trigger safety， 就是扳机上面会有一个保险，这个小垫片就会有一个保险。如果说你的手指没有完全就接触到这个小垫片的话，它是没办法激发的。就你看我这样，它是够不了的。如果没有说要准备激发或者准备要射击目标的话，你的手指是不应该放到扳机上面的。枪它贵跟便宜主要是材质上面的。像这种枪的话，它下半身是用工程的塑料去做的话，它重量感会比较轻嘛。像这种就是全金属的枪，你会相对来说你装上去会比较重一点。再来就是它有没有被军队采用过，这种枪它是不是一个进口枪？巴西啊、菲律宾它也会出现。那这种枪的话，起跳点就会比较低一点。比利时的枪或者是德国的枪的话，他们都是会相对来说他们起跳点就会比较高。像比方说电影里面最近专卫就很火的枪，那种枪的话基本上就在差不多7、8千左右。我们这边卖的最好枪，不如说整个加州卖的最好的枪，就是大部分大家买枪都是为了防御自己的家人，所以说他们会选择第一选择是手枪，然后是散弹枪。买枪的话是出于喜欢还是有家防？其实更多的话是喜欢，因为家防的话，其实买1把就够了嘛。我其实买了还多。就是靶场个人喜好嘛，这个是 Arcus International 的AT， 比如说你玩过游戏的应该都会知道有什么 AWP、AWM， 那些就是来自同一个公司的。然后这个是你能买到就现在最像的一把。这个枪吧，就什么都不带的话是差不多4300、4600。方便说一下家里现在有哪些枪吗？我马上要回国1年左右，所以该卖的都卖掉了，就剩2把左右。2把是什么类型？一把2011，然后一把格洛克，但是格洛克马上转给他了。这是第一把枪？对，是第一把。那还打算买手枪防身？手枪那就等21之后吧。就超过18就可以买这个枪？对，他只能买 Bolt Action， 就像这种带栓的，或者是shotgun。疫情的时候就是一枪难求的状态，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您能形容一下吗？其实也就是那1个月吧。什么时间呢？是当时那个 BLM 练的那一段时间，他们的华裔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危机感嘛，所以就是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啊，说是什么
当趟的房子被打砸墙，我一定要买把枪保护自己。本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就是已经工厂他们 stop producing 了，然后呢有大量的人来购买枪支，所以说导致呢就是像大家都知道一枪难求。疫情后，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断货的情况？疫情结束之后，工人都回工厂上班了，这样枪的产出回能也就回到疫情前的状态。但是呢，因为通货膨胀的话，其实价格的话是要比疫情前普遍是要高许多的。22年8月16号，《卫报》有一篇报道，就说，亚裔现在购枪率在过去2年增长了43%，有超过500万的亚裔首次购枪。因为我们知道亚裔之前是那种恐枪的人群，但是突然之间变成了可能每个人都要买枪。您觉得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我觉得亚裔这个大泛指应该还是指中国人为主，中国人都是新移民，他们来的时候，其实加州是属于比较和平的一个状态。韩国人、东南亚人，他们来美国比较偏早，他们很早就购枪支，因为他们经历过1978年洛杉矶大动荡，就 Root Korean 这个词儿从那时候流传出来的。韩裔呢、亚裔呢，他们已经知道用枪支去保护自己了。但是中国呢，有一些新移民，他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所以他们体会不到那种大游行啊、那种打砸抢乱那种恐怖的事情发生。2020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，洛杉矶的亚裔可能是第一次体会到了，民主党当权之后呢，加州的犯罪率跟失业率、难民率确实提升了很多。你也知道，$950以下福利案这种法案，这种听起来就非常离谱的法案，零元购这种非常离谱法案出来之后呢，犯罪率提升，然后呢，通货膨胀、疫情导致的这个失业率提升，就会觉得我可能是时候确实需要枪支来保护自己。那你觉得是否有必要每个人都有一把手枪，在关键时刻出来保护自己？当时中国人的话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抗拒的，普遍来说就是会稍微害怕一点，因为没有接触过嘛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要拿去干嘛，是就是说至少给弱者一个同等的机会吧，就是至少枪口之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嘛。那如果真的紧急情况呢，比如说威胁到就是生命安全的话，那就假如就算跟牢犯比起来，那还是命重一点。对于那些有购枪顾虑的人，或者是存在偏见的人，您有什么信息或者是建议针对给他们？购枪顾虑，其实大部分人购枪顾虑应该是来源于对枪的不理解和家庭成员过多，就特别怕那种有老人家或者小孩子跟你住在一起的话呢，你的保存枪支不妥当，而造成的走火或者误伤。建议是多去学一些怎么安全储存枪支的一些知识，或者是有时候情况的话，你可以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啊，或者是18岁以上小孩啊，跟他们讲，这是枪，它是一件武器，它是一件工具，你要教他去操作这些东西。一方面吧，主要是因为加州的环境的问题，因为它不像其他州一样，它的风气跟外州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对这方面他不熟悉，然后很多就是大部分电视啊、电影方面渲染的程度很高，跟你实际上去操作的话，它会有很大的区别。你不懂这个东西，你一定会不熟悉。比方说你煮饭的时候，你会切菜什么，你知道去怎么去操作。你对一台车，那你觉得车不危险吗？这么大一台机器，你开在马路上你不会操作的话，你也会很危险。你因为对这个东西不熟悉，所以你会却步。主要是知道你去怎么去安全操作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大。销售枪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安全或者说是合规的措施？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？我会先询问你有没有之前有学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本上，或者有自己亲身去靶场体验过，就是关于任何枪支的一些知识。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的话呢，我会推荐你去 DOJ， 也就是这个 Department of Justice 他们官网，他们是提供这个加州枪支安全证书的一个 study guide， 对枪支没有任何概念的客人呢，我会推荐他们去学一学，因为他考试大部分枪支安全它就是一个 common knowledge。当你有过打枪的经验之后呢，你考这个试的话就非常简单。刚刚聊到加州还是比较严厉的控枪的，您觉得这个他们的相关的法律是合理的吗？或者您支持更加严厉的控枪的措施吗？首先这个政府的取态跟一般市民的那个选择，它会有不一定的影响。当然。我们首先不要谈说我们现在政府到底出来的法案到底好与不好，我们支持不支持。首先我觉得大家还要去遵守，美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，我觉得我反而是推荐，如果大家是不是支持这些法案的话，那每一届可以要选票跟投票的时候，大家应该要出来去表达自己的声音。有这个投票权不去使用的话，那就会被削弱你自己没有发声的意见，那这样子会比较重要一点。就是如果是在加州的话，这个事儿是合理的。因为加州太多外来人口了，然后中国人吧，从别的国家来的没有这个枪的文化嘛，所以就也是怕人太多了，然后再加上经济也好，就是怕出事嘛，还是所以这个管控我觉得还是对于目前加州来说的话，想不出来更好的嘛，还是。我觉得现在已经特别严格了，对，我觉得应该得放松一下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。坏人想要得到枪的时候是很容易的，如果好人得不到枪的话，你在有枪的坏人的面前呢，就是待宰的羔羊了。法律允许的话，在就是完全合法的情况下，肯定是自己保护自己是
最靠谱的，因为你警察也没有那么快能达到现场。我知道加州应该是全美和纽约州是最严格的枪支管控的州，那您是怎么看待就不同州有不同的法案？纽约州应该是全美管枪支管最严的一个州，他们纽约州公民，你想合法的购买枪支，提前的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背景调查，你才能把这个东西证书给你，你才有资格购买枪支。然后一旦在纽约州你有资格去购买枪支以后呢，基本上所有枪支你可以购买，除了 AR-15 style 的那些步枪是无法在纽约州获得的。对，基本上大部分的手枪跟霰弹枪都是可以获得的。加州的枪的法律跟其他州都不太一样，是因为在加州你并不是说你有资格购买枪支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购买所有类型的枪支。比如说手枪，在加州有一个叫做 handgun roster 的一个东西的存在，也就是说你购买任何手枪的时候呢，除去那些执法人员、现役军人，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是没有办法购买在这个列表以外的手枪的。另外一个缺点呢，就是步枪，加州不允许有枪管16寸以上的枪，全枪不能短于30寸。除了枪的这个长度要求以外呢，还有一项叫做 featureless。就是加州它有叫做 assault weapon ban 的一个东西，在1994年开始一个法律。加州所有的步枪是不允许拥有手枪握把、前握把、消焰器、可伸缩折叠式枪托这4样，这是给所有的 rifle， 就是不管是 AR 也好AK 也好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长枪姿势是不允许有这4样的。AR-15步枪，但是这个就是典型的加州版的步枪，它没有 pistol grip， 它的 pistol grip 就换成了一个叫做武器握把的东西。然后它的枪托呢也是固定枪托，它不能折叠，也不能伸缩。然后它前面有一项说不允许安装前握把。枪口呢，消焰器呢必须是使用这种叫制退器，它叫枪口制退器，也就是说你在开枪的时候呢，还是能明显看到枪口喷发的火焰。如果是消焰器的话呢，你离远的话是看不到枪口射出的火焰。这是典型的一把加州版的枪。这把枪也是加州合法，但为什么呢？它既又可以伸缩托，它又可以有手枪握把，它又可以有这个前握把，它又可以有消焰器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它不能正常的拆线弹夹。加州的 AR-15在基本上美国就被称为 Nerf gun，Nerf 就是阉割的意思。这个它为什么能合法，拥有这些我说的这些 feature， 就是因为它的 magazine 是死的，它是无法正常的快速装弹，快速就是啪抓平，然后换一个新的叉继续打。它呢需要你去 make this gun fully dysfunctional， 就是不能pull trigger。你现在其实是它是可以 pull trigger， 然后呢，你要 make this fully trigger，so basically， 他们加了一个锁在这里，这个是枪栓，就是枪锁，把它 disconnect， 枪身打开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正常的更换弹夹。这是你在加州可以合法的购买 AR-15的一个条件，我们可以说2选1。像我这样首次买枪的，您推荐一把家防用或者是一把随身隐藏配枪的？老少是怎么讲吧，男人女人都可以用，女人用起来也不是这么费劲。所以说我个人经验的话，我一般推荐于相当于2款枪，一把就是左轮，不需要太多的操作，子弹装进去，扣扳机就可以响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它不会卡壳，左轮枪是比较可靠，基本上不会卡壳。整体身体是比较小，然后呢枪管也普遍短，拿在手里的重量不是那么重，打的子弹呢也威力也不小，装弹量呢大概是6发。有人喜欢像这种，他喜欢大的身体。然后它管呢，这个枪管长度也是可以选择的，它就可以装7发，装弹量就普遍上去了。对，半自动手枪的话呢，大部分买的最多购买家防的话，应该就是格洛克。对，就是很简单，弹夹装满子弹，然后你上膛，然后扣扳机，特点是便宜。对，半自动手枪里边，便宜的半自动手枪里边算是可靠性也比较高的一把，性价比很高。对，性价比是高，它算是所有手枪里副厂件里面厂家做最多的一款。各种各样的公司，这种枪械改造公司都会做格洛克的升级套件。我一般推荐的枪的话，一般都是霰弹枪会比较多。因为霰弹枪的话，它的实用性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家防来说的话，它是打是一个范围，它不是打一个点。首先我们先不要推荐步枪，因为加州的都是城市的区域比较多，而且我们的房子结构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，所以你很怕它那个子弹会穿透力非常强，会打到邻居，这样子会 create 很多麻烦所以一般来说，散弹枪的家防的用途是最好的。599，然后州政府会有2个费用，第一个费用就是税，就是9.5，我们这边是9.5嘛，会收一个税金，背景调查费用43块，它总金额下来就是这个。枪呢是999，税，背景调查，然后这个就是总金额下来。大概我们要等10天之后做一个背景调查，然后通过了，我们再过来提枪，那个枪就属于我们。但是我们今天拿不到这款枪，所以我试了很多枪，包括大家推荐的那几款，但是真正上手，包括使用感来说，我还是觉得 Sig Sauer 的这款更适合我。所以我觉得用枪的话，还是一定要亲自的多拿几款枪去试。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，到时候我会带大家再来陪我一起来提枪，拜拜。